消费者权益你知多少？ Hello， 你好，我是英英，欢迎收看哈莱德荧光笔工作室。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趣闻啊，就是演唱会抢票，林俊杰变林子祥。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啊，当地的售票系统可能是因为页面设计的瑕疵呢，导致有不少的网友本来是要买 JJ 林俊杰的票，开心抢到票之后呢，查阅一下明细才发现不小心买到了林子祥的演唱会门票。当网友向平台投诉的时候呢，却第一时间被拒绝退票，引起了广大的讨论。那诸如此类的这个货不对版的购物体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尤其是数位化的时代呢，我们更加适应了线上线下都在买的习惯。但是呢，每一次一碰到一些产品的品质出问题啊，购物时候的一些风险意识啊，还有大大小小的交易纠纷，当你遇到了该怎么办呢？难道就只能咕噜一声的吞进去吗？ No， 身为消费者啊，其实我们是有绝对的消费者的权益还有义务的。3月15号呢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不管你是消费者或者是商家，今天呢就让我们哈莱德带着你一起来学习一些你可能不太知道的大马消费者权益吧。 马来西亚消费者权益有哪些？首先，马来西亚消费者权益有哪些呢？又是谁在管的呢？消费者的8大权利和5大义务呢，是由 IOCU， 也就是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呢，在这个1963年的时候就提出的。长久以来呢，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以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的对待。而当中的8大权利呢，分别指的是基本需求、讲求安全、正确资讯、决定选择、 表达意见、请求赔偿、消费教育以及健康环境，图就在这里了，大家可以 print screen 慢慢看，或者呢是在我们下方的描述栏里面了解更多。那至于谁是负责主管消费者权益的呢？ 主要呢就是由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之前呢就叫做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那这个新的名字呢是在2022年底的时候才改的。新闻上呢，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简称呢是贸销部，他们的口号是 Perdagangan Sehat Pengguna Berkat， 或许我们可以翻译为健康商贸，造福消费。贸销部除了会提供消费者保护之外呢，其实也掌管了国内贸易、商品还有价格管制、知识财产等等的职务范围。 发生交易纠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当发生交易纠纷的时候呢，我们该做些什么？该向谁投诉呢？如果你遇到以下的情况，例如货物价格过高、贩售逾期的这个商品、环境卫生有问题、商家坐地起价、货不对版，或者是品质及服务出现问题时，你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第一， 保留所有的这个交易过程当中的收据还有记录，提供被投诉者的这个明确的资讯。第二， 尽可能的记下所有的详细信息，例如是购买日期啦、时间啦，还有为你处理纠纷的人员的名字。第三，如果你的投诉或检举没有办法立刻被处理，那你可以写下合理的时间要求以及赔偿办法。那你可以向谁投诉呢？除了直接向商家或者是投诉热线反映之外啊，贸销部其实也为消费者提供了6个投诉的管道。特别要注意的是呢，投报时间呢是只是现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的这个上班时段。 消费者呢，除了可以拨打贸销部的专线，就是这个投诉之外呢，也可以将投诉呢转至 WhatsApp， 也就是这个号码。当然，你也可以下载这个手机 App 来投报，或者呢是拨打贸销部的执法单位号码来投诉。 最后呢，消费者也可以选择呢是用上网的方式，也就是这一个网站，或者是 email 到这一个就是 email address 呢做出投报的。如果你是针对网络素质或者是电信服务有投诉的话呢，就可以把图片或者是资料呢传送给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例如说是网速的测试截图啊、账单啊、手机简讯等等的内容呢，都可以作为证据。MCMC 的 WhatsApp 投诉号码呢是这一个。 如果是涉及航空公司的服务事项，包括了机票价格更改，还有取消航班等等的投诉，则是可以透过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的投诉网站去进行投诉的。网址是这个，或者是你可以电邮到这里。 交通部呢，其实呢也是有投诉的网页的，可以呢处理一些像是巴士啊、火车啊、轮船啊、出租车等等的交通服务的投诉。不过，交通部长陆兆福呢就曾经在去年12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交通部长办公室呢并不是投诉中心，也没有办法处理所有关于航班延误的投诉。要投诉呢，也要找到正确的管道。那我们刚刚整理了那么多的方法，我相信看这影片的你应该知道什么事情要找谁投诉了吧？无论如何，我们会把这一些内容呢整理了之后放在我们 description， 到时候去
description 里面找啦，或者是 save 这支影片下来，以备不时之需。除了贸销部，还有没有别的法律武器呢？那如果透过刚才我们提供的几个官方的管道投诉呢，都没有受理，消费者还可以怎么办呢？依据1999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啊，消费者呢是可以透过消费者仲裁庭提出索赔的。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认识啊，什么是仲裁庭？仲裁庭呢是属于特别的法庭，它不能够称之为法庭 court， 只能称之为 tribunal。简单的来说呢，仲裁庭呢是扮演民事法庭的替代，专门解决纠纷的一个机构，让消费者呢可以针对购买价值不超过5万令吉的商品还有服务提出索赔。仲裁庭受理的案件呢是只限于3年之内所产生的这个诉讼理由的索赔，你10年前买的东西呢就没有办法受理咯。那我们都知道呢，请律师打官司的费用呢其实真的很贵，但是如果呢你是透过仲裁庭提出诉讼，消费者只需要支付最低5令吉的费用。所以呢，在仲裁庭中啊，除了那些拥有内部法律顾问的大公司之外，所有各方在听证会上都是不能够由律师来代表的。听起来仲裁庭是不是一个方便、快速又可以便宜的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呢？那实际上啊，马来西亚国人呢可是把这一项权利的用都准啦。马来西亚消费人仲裁庭主席哈米顿法达就曾经表示啊，从2019年到2023年的5月份，消费者仲裁庭呢就接获了26000多起索赔金额超过1亿9000令吉的案件，而其中的小额索赔啊，甚至还包括了价值1令吉80仙的电动火车票，还有低于1令吉的螺丝。如果你想要透过这个消费者仲裁庭索偿的话呢，事先一定要先收集好所有的证据，像是书面协议啊、付款收据啊等等。因为呢，个别的仲裁庭主席呢会根据对事实和法律的评估做出裁决。至于那些没有办法在14天内遵守消费仲裁庭裁决者，将被罚不超过1万令吉的罚款，最高监禁2年或2者皆施。消费者仲裁庭在全马13州及3个联邦直辖区都有分院的，而且呢，当局啊还开设了消费者仲裁庭电子诉讼服务网，那让民众呢可以在线投诉。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参考下列的网址。网购要注意什么嘞？那电子商务呢，在疫情期间就蓬勃发展嘛，带动了像是直播带货啊、团购等等的兴起，一度呢被视为电商时代下的高峰。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呢？随着疫情趋缓啊，这股热潮好像退烧了，而且呢，我们也渐渐的越来越习惯线上还有线下的这个虚实整合的消费模式。不过啊，因为马来西亚有关电商和消费者权利保障的相关法律并不完善，就让不少的黑心商家呢有机可乘。截至2023年的8月31号，贸销部就一共接获了1万多份的这个投诉，当中的35%呢就涉及了网络交易。所以呢，贸销部就表示啊，他们正在审查现有的法令，包括了2006年的电子商务法、1999年的消费者保护法令，还有2012年消费者保护条例电子商务等等，在与电商产业的从业人员、消费者协会和各大专家合作，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商务立法进行简化和完善，提出适当的监管机制，以确保从业人员还有消费者的权益都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在等到更完善的这个监管机制之前呢，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先关注2012年消费者保护条例电子商务的这一个条例啊，商家们必须为消费者提供8项信息，包括了业者或公司名字、业者或公司的注册商号、企业的电邮或电话号码、商品或服务主要特征的描述、价格包括运费、运输、税金或其他费用、支付方式、条款和条件及预计送达时间。如果你在线上消费的时候呢，没有看到刚刚提到的这一些资料的话，或者是碰上了这个诈骗案啊、仿冒品啊、商品或服务有误导性的这个价格、误导性的服务等等，都一定要尽量保留证据，再决定是否要寻求帮助，或者是向有关当局报案。我该怎么选择对的商家呢？消费者最好选择向在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SSM 登记过的卖家或者是企业来购买商品或者是服务。任何的网络卖家，包含在 Facebook 上面呢，或者是 IG 上面做生意的人啊，只要是能够产生收入的这个业务，依法呢都必须要向 SSM 注册登记的。如果没有办理这个登记手续就营业的卖家啊，可是可以处以5万以上的罚款，或者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哦。所以当你发现呢有不良的卖家其实根本没有登记的时候呢，最好就马上去检举他了。国家商业罪案调查科呢，就针对了商业欺诈案件的增加，提供了网络检查商家银行户口和电话号码的这个服务。只要这些银行户口和电话号码被列入黑名单，那么系统呢就会弹出这个告示，这样子呢消费者就可以提高警惕了。CCID 的这个官网就是这个啦。
其实说真的，最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呢，就是自我保护。尤其是这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以及面对着如此开放的市场体系，身为消费者的我们呢，其实应该更主动的去了解有关消费的资料以及知识，再以集体的立场，共同建立消费者的能力，以协助创建一个有素质的社会。不要因为怕麻烦呢，就选择了原谅啦，或者是逃避，让问题不了了之。这样做呢，只会助长那一些不良的商家的违法行为，连累了别人，也连累了自己。如果遇到消费问题的时候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就寻求律师或者是法界的专家意见啦。好，不知道今天的这个资料收集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呢？大家有没有更加的清楚了自己的权益了呢？无论如何，我们把各个管道的这个投诉方式啊，还有这一个详情呢，都放在了描述栏，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当然，荧光笔呢，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还是会做跟马来西亚的社会啦、历史啦、文化啦相关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种知识型影片，或者想要支持我们的这个知识型 YouTuber 的话呢，欢迎点赞、留言、分享、subscribe 我们，或者是加入会员，每个月只需要10块钱以上就可以呢支持我们做更多的影片，或者是让我们走得更远。当然，如果还没有 follow 我们这些平台的朋友，赶快去 follow 吧！我是莹莹，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